陆教授，陆教授，医生，陆教授他……我们已经尽力了，通知病人的家属吧。陆教授他这一生没有结婚，更无儿无女，哪来的家属啊？什么？这种国宝级的教授，临终的时候竟然连个亲人都没有。我胸前的口袋里有张照片。梦瑶，这辈子我用了30年的时间造出了光刻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唯一辜负的人就是你。如果能重来一次，我一定会拼尽全力，也要和你在一起。陆教授，陆教授，陆教授他已经走了。全体都有向为我大夏芯片事业奉献一生的陆一鸣教授敬礼。2025年研究生考试现在正式开始。醒醒醒醒！这是考场，不是你睡觉的地方。要睡你回家睡去。这是考研的考场，我重生了。又想起来了，上一世我就是因为这场考试失利，没有考上研究生，所以才被梦瑶她的父母强行将我们拆散的。梦瑶，等着我，这一次我一定会考上一所满意的大学，弥补我们上一世的遗憾。完了，考研的这些知识已经太多年没有接触过了，完全不会啊，怎么办？唉，只能用这个办法了。一鸣，这边。干嘛呀？你这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没事，我就是太长时间没见到你了，太想你了。说什么呢？你糊涂啦？我们上午不才刚见过吗？你没听说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油嘴滑舌，考试考得怎么样？也不看看你老公是谁，4个字，10拿9稳。真的？太好了！刚好过2天就是我爸的60大寿了，趁着他过寿高兴，我带你去见一见我的父母。一鸣，只要你能考上研究生，我一定说服我爸妈同意我们在一起。好，梦瑶，你放心，我陆一鸣一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秦院长，这名学生没有在试卷上写答案，而是写了2纳米光刻机的制作方法。什么？给我看一下。这名考试还在试卷的末尾写了一条留言，他想用制作2纳米光刻机的方法换取一份研究生学历。什么？能研究出光刻机的天才，竟然连研究生学历都没有。马上找人验证这张试卷，如果他的方法真的可靠的话，别说是研究生学历，我院长这个位置给他当都行。你看看这些年轻人，不是博士就是教授，哪一个不是人中龙凤？也不知道那个陆一鸣给咱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让梦瑶非要和他在一起。什么专科学历？梦瑶不说她能考上研究生吗？哼，一个破大专出来的废物，还想考研晋升？我看他就不是做学术的那块料。我已经跟咱女儿说了，如果这小子考不上研究生，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跟梦瑶在一起的。叔叔，祝您生日快乐！刘氏集团祝李教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小磊，你看你，来就来嘛，还带这么多礼物干嘛？哎，我来看叔叔阿姨，带点礼物不是应该的吗？我听说今天梦瑶她要带男朋友回来，我呢也追求了梦瑶这么多年了，就想来看看我这个竞争对手到底有多优秀。优秀？他优秀个屁呀！一个专科学历的毛头小子，也不知道怎么就给我女儿给迷成这样。什么？李梦瑶的男友竟然只有专科学历？真是不敢相信。我看他们马上就要分手了。就是。是啊，李家可是科研世家，书香门第，
怎么会接受一个专科学历的女婿呢？叔叔，您没搞错吧？梦瑶她那么优秀，男朋友怎么会只有专科学历？哎，没搞错，就是专科学历。你说说我们李家都是搞学术的，我女儿更是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教授，就这种废物怎么配得上我们李家？小磊啊，你刚从米国读完研究生回来，一会儿你可得帮我们劝劝梦瑶，只有你这样的高学历人才，才配当我们李家的女婿吗？也不能这么说，梦瑶不是说她考上研究生了吗？还是有机会继续深造的。是吗？我听说今天研究生考试出成绩，也不知道她考上了什么学校。什么？研究生考试的成绩已经出了？是啊，梦瑶她没跟你们说吗？那个陆一鸣不会是没考上研究生吧？要是真考上了的话，早就应该跟您报喜了。这个王八蛋，竟然还敢骗我！叔叔，不是我说他坏话。这个陆一鸣要是真没考上研究生，他跟梦瑶交往的事儿，您可要慎重考虑了。你是知道的，连研究生都考不上的话，他可是连咱们学术界的门槛都够不着啊，怎么配得上梦瑶她这么年轻的副教授呢？爸妈，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陆一鸣。你还有脸带这个废物过来？赶紧让他给我滚出去，有多远滚多远！爸，你这是干嘛呀？不是说好了，一鸣他考上研究生，你就同意我们交往的吗？他考上了个屁！我问你，今天研究生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是不是这个废物连研究生都考不上？您消消气，叔叔。我的成绩到现在都没有下来，是因为我的研究生学位比较特殊，需要走特殊人才录取通道。笑死我了，还特殊人才录取通道？你知不知道研究生特招有多严格？那是需要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就你这样的废物，你能做什么贡献啊？刘磊，你怎么在这里？是不是你跟我爸说一鸣的坏话了？他的坏话还需要我说吗？能力不行，还满嘴谎话。特殊人才录取通道，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你信不信由你，估计过一会儿就会有各大院校的人联系我了。秦院长，验证结果出来了，快给我看看。经过我们科研人员的验证，这张试卷上的2纳米光刻机制作方法完全正确可行。好，好，好，看来我们大夏真出了一位天才啊！对了，他提了什么要求来着？他想要一个研究生学位。马上通知全国各大高校的校长，全部都亲自去邀请陆一鸣加入他们学校。我要让全国高校的研究生席位任由他挑选。明白。你个废物，能不能别吹牛了？还全国院校都来邀请你，你到底考没考过研究生啊？考研是只能报考一家大学的，就算你考了满分，也不可能让全国的院校都来邀请你啊。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可都是学术界的翘楚，你这么拙劣的谎话骗骗普通人也就算了，还想骗过我们？没错，我就在一所高校任职，我可没听说过我们学校有什么特殊人才录取通道。真是没想到，在科研界赫赫有名的李家，竟然找了一个骗子女婿。你看看你给我找的好女婿，满嘴谎话，连撒谎都不会撒。爸，我相信一鸣，万一他说的都是真的呢？叔叔，请你相信我一次，一般的考生确实只能报考一个学校，但是我是个例外，我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能破格收到全国各大院校的邀请。切，哈哈哈哈哈哈！都到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在嘴硬啊？承认自己是个连研究生都考不上的废物，有那么难吗？好，那你说，你做出了什么重大贡献，能让全国的高校都邀请你去读研？因为我研究出了纳米级别的光刻机。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我说我研究了纳米级别的光刻机。
我没听错吧？他说他造出了光刻机，这光刻机可是制造业的高端设备啊，全球都没有几台。他说他造出来了。他这种学历，只有专科的人，估计是在网上随便听到个词，就敢在这里信口开河了。哈哈哈哈，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你个废物，怎么敢张口就来的啊？你知不知道光刻机是什么东西啊？我当然知道，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光刻机了。陆一鸣，纳米级别的光刻机可是我们大夏好几代科学家都没有研究出来的东西。你是说你一个专科生靠自己独立研究出来了？你当我们大夏学术界的这些人是吃干饭的吗？没错，就凭我一个人。一派胡言！我看你是彻底疯了。秦院，清北的校长已经到陆一鸣的家里了，但是并没有找到陆一鸣。帝都大学的校长已经去过他的学校了，也没有找到他。这个陆一鸣，到底还能去哪里呢？手机卫星信号定位到了没有？找到了，卫星信号定位显示陆一鸣在江城大酒店。江城大酒店，那不是李金瑞教授的寿宴吗？立刻让各大高校的校长赶往江城大酒店。另外，给我准备专机，我要亲自见一见这位天才。明白。陆一鸣，想要研究出纳米级别的光刻机，需要最尖端的实验室和多次的试错实验。你个废物，进过实验室吗你？我确实没进过实验室，所以我并没有制作出实体。但是我已经将纳米光刻机的制作方法写在我的研究报告上了。够了！之前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智商不够，所以考不上研究生。现在我才发现你这个人品行也有问题。小小年纪就满嘴谎言，信口开河，我是不会让我女儿和你在一起的。你给我滚，滚出我家！爸，你干嘛？你还敢护住这个骗子？我相信一鸣。都这个时候，你还相信他？我看你也糊涂了。梦瑶，只要你跟这个废物分手，跟我在一起，我们柳氏集团愿意每年出1个亿的资金给厉家作为科研经费。刘磊，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吗？你满身的铜臭味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想让我跟你在一起，下辈子吧。李梦瑶，今天你要不然跟他分手，跟刘磊在一起，要不然就跟我们李家断绝关系。从此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一鸣一次呢？你让我怎么相信他？我相信他会造光刻机，还是相信他会被全国的高校抢着特招录取？根据手机卫星定位，应该就是在这里吧。你就是陆一鸣吧？我是清北大学的校长，我是来专门邀请你来我们清北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什么？你说你是谁？在下清北大学校长周志远，如假包换。什么？清北大学可是我大夏的顶级学府啊！这种学校的校长怎么会来咱们江城这个小地方？难道那个陆一鸣说的是真的？他真的被清北大学特殊录取了？滚滚滚！赶紧给我滚！刘磊，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还清北大学的校长？说吧，这个废物花了多少钱请你来配合他演戏？你觉得我的身份是假的？不然呢？堂堂清北大学校长会为了他这样一个废物专程赶到江城？谁信啊？你问问他们信不信？我不信，这老头一看就是陆一鸣这个废物找来的演员。就是，你别说这老头演的还挺逼真的嘛。老东西，我不管这废物花了多少钱请你来演戏，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给我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清北大学校长周志远。哼，这假证做的还挺逼真的嘛。你干什么？刘磊，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我看是这个老不死的疯了！立刻给我滚蛋，否则我就要送你进去蹲监狱了。送我去蹲监狱，还真是好大的口气！你凭什么？就凭你伪造清北大学的证件，冒充清北大学的校长。你又不是清北大学的人，你怎么就这么敢肯定我是冒充的？我告诉你，
我们江城刘家可是科研世家，与清北大学有多项研究类的合作，你还敢在我面前冒充清北大学的校长？老子只要给清北大学打个电话，就能马上把你这个废物送进监狱。哼，江城刘家，我还以为是谁，不过是跟在我们学校屁股后面混饭的一家小公司罢了。你说什么？马上停止我们学校与江城刘氏集团合作的所有科研项目，公开招标，寻找新的合作对象。都到这个时候敢跟我装？停止和刘氏集团的合作，你还真当自己是清北大学的校长了？是真是假，你很快就知道了。陆一鸣，你为了跟孟瑶结婚，还真是想尽了办法，找来了个这么敬业的演员。你们不是喜欢假冒吗？我让你们演个够！来人啊，把这2个人给我抓起来，送到执法局去。希望你不要后悔。后悔？我会后悔。我唯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早点回国，让你这种废物有了趁虚而入、接近孟瑶的机会。刘磊，你闹够了没有？我告诉你，就算没有一鸣，我也绝对不会和你这种人在一起的。刘磊，你个王八蛋，是不是活腻歪了？敢给老子在外面惹事儿！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爸。小兔崽子，你还敢撒谎！清北大学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冒犯了清北大学的校长，要取消和我们刘氏集团的所有合作。我们兜家已经被你搞得要破产了。什么？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他怎么可能真的是清北大学的校长？怎么样，现在还要送我进监狱吗？对不起，周校长，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有认出您来。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我们刘家计较。什么？这个人竟然真的是清北大学的校长？那还能有假？你没看刘磊都跪在地上道歉了吗？整个江城有谁能让刘家的人跪下道歉？真是不敢相信，堂堂清北大学的校长竟然会出现在江城。行了，起来吧。我这次来是为了邀请陆一鸣来我们清北提出大学攻读研究生，没时间跟你这种人一般计较。周校长，您刚才说您要邀请陆一鸣到清北大学攻读研究生？没错，只要陆一鸣同意，我立刻就给他办理入学手续。周校长，你们搞错了吧？那个陆一鸣就是个普通专科的学生啊，他连研究生考试都通过不了，怎么可能会被清北大学邀请？什么？专科的学生？难道是我搞错了？肯定是你搞错了啊！周校长，一定是重名了。能被清北大学邀请的陆一鸣，一定是另有其人。清北大学怎么会要接受一名只有专科的学生啊？一定是搞错了。那如果我说周校长他找的人就是我呢？你个废物，给我闭嘴！怪不知道你那么肯定你能考上研究生，你早就知道有跟你同名的人考上了研究生，想要冒名顶替是吧？周校长，你来邀请我加入清北大学，是为了我手里的光刻机制作方法，没错吧？没错，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邀请光刻机的发明者陆一鸣加入我们清北大学。这么说来，我没有搞错。什么？我没听错吧？那个陆一鸣竟然真的研究出了光刻机？这个废物竟然真的研究出了光刻机，这怎么可能？这是真的吗？你真的做到了？我就知道相信你没有错。当然是真的。还记得我发过的誓吗？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陆先生，加入我们清北大学吧。只要你在我们学校攻读研究生，我可以给你单独申请一间实验室和每年不支于1个亿的科研经费。1个亿的科研经费，这可是教授级别的人物都没有的待遇啊！这清北大学果然大方，随随便便出手就是1个亿。我考虑了一下，一鸣，这还考虑什么呢？那可是清北大学啊！不能答应他。那不是帝都大学的校长宋国强吗？他怎么也来了？不会也是为了这个陆一鸣来的吧？陆先生，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帝都大学，我愿意出每年2个亿的科研经费，再附加一套在帝都的豪宅别墅。一鸣，我不是在做梦吧？帝都大学的校长竟然也来亲自邀请你了？不是在做梦。现在，我终于有资格能娶你了。宋国强，你们帝都大学抢人是吧？陆先生，他出的条件，我们清北大学也能办到。我们清北大学愿意拿出1年3个亿的研究资金，人才难遇。我今天就跟你们清北大学抢人，怎么了？我出4个亿，我出5个亿，外加清北大学教授的职位。什么
教授，我在国外留学镀金了这么多年，也才只混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他凭什么能当清北大学的教授？就凭他能眼妖出2纳米级别的光刻机，你有意见吗？我真是让这个废物走了狗屎运。陆先生，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帝都大学的话，我们也能给到教授的职位，其他要求你随便提。为了拉拢陆一鸣，竟然连教授的职业都拿出来了。威廉先生，请您看一下这份试卷，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的。这是什么？光刻机的制作方法？这份试卷是谁写的？是一位大夏的学生写的，目前他正在被多所大学争抢。这个人所写的光刻机理论完全正确，甚至比我们的理论更加先进。大夏怎么会出现这种芯片天才？马上安排专机赶往大夏。如果让这种人才留在大夏，未来对我们一定后患无穷。老周，你听我说，只要你把陆一鸣让给我，别的要求你随便提。不行，其他学生你想要谁我都可以给你，唯独就这个陆一鸣，我一定不能让给你。你说你这人怎么就这么犟呢？周校长、宋校长，我觉得还是让一鸣他亲自来选择吧。对，陆先生，你来说，你想去哪所学校？我想去……等一下，2位校长，你们不能录取陆一鸣。为什么？你不要在这里给我添乱，否则的话，你们刘家别再想拿到和我清北大学的任何合作。 2位校长，请你们相信我，因为陆一鸣那份写着光刻机制作方法的试卷是抄袭的、造假的。刘磊，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凭什么说陆一鸣的试卷是抄袭的？各位，你们好好想一想，陆一鸣如果真的是能造成光刻机的天才，怎么会只是一名专科学生呢？又怎么会连研究生考试都无法通过，需要走捷径来考取研究生呢？老周，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啊。是啊，陆一鸣的这份试卷确实还存在很多的疑点。两位校长，不用再怀疑了，陆一鸣他这套光刻机的制作方法就是他剽窃得来的，他就是一个只会抄袭的小人。果然啊，我就说他一个专科学生怎么能造得出来光刻机这种东西？为了一个研究生学位，你竟然能干出抄袭这种事！陆一鸣，你简直就是我们学术界的耻辱、败类！幸好刘磊及时提醒啊，要不然还真让陆一鸣这种人渣拿到研究生学位继续深造了。各位，不仅如此，我还听说陆一鸣在大学期间就品行不端，多次被人抓到考试抄袭作弊。你们说，就这种人应该被高校录取成为研究生吗？不应该，不应该！刘磊，你不要血口喷人！一鸣他什么时候被抓到过抄袭？不要再维护他了，我可是听伯父承诺过，只要陆一鸣能考上研究生，就同意陆一鸣和你结婚。想必这就是他选择抄袭的目的吧？孟瑶，你真的要跟这种品行不端正的人在一起吗？绝对不行！如果陆一鸣真的有抄袭行为，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让我女儿和这种人渣结婚。刘磊，你一口一个抄袭，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整个大夏都没有发表过光刻机的制作方法，如果我真的抄袭了，抄袭对象是谁？这还不简单吗？虽然大夏目前没有人研究出光刻机，但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从欧美国家那里搜集一些光刻机的相关资料也不是什么难事吧？确实有这个可能。陆一鸣在试卷上只写出了光刻机的研究理论，这些东西仔细搜集整理的话，确实能找到一些。没错，光刻机的研究理论，就算是我们大夏的一些专家也都已经了解了。真正困难的是详细的制作方法，有了制作方法，才能真正做到量产光刻机。2位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试卷上也写了简要的制作方法。你确实是在试卷上写了制作方法，
但是这个制作方法的正气性还有待验证。没错，谁知道你的制作方法是不是随便瞎编出来的？不用怀疑，他就是瞎编的。两位校长，自我介绍一下。我可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芯片学硕士，对光刻机的研究也有所涉猎。以我一个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陆一鸣在这份试卷上写的光刻机制造方法完全就是一派胡言。那如果我说我已经根据我的研究方法制作出一台光刻机了呢？你说什么？你已经制作出了一台光刻机？没错。说什么胡话？你知不知道，要制造一台光刻机需要多少的人力和物力？你一个普通专科学生，连一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就敢说自己造出了光刻机？开什么玩笑！就是，光刻机要是真的这么简单就能被做出来，我大夏还至于被米国卡了几十年的脖子？你当我大夏的科学家都是吃干饭的吗？我看他是看自己抄袭的事情败露，已经彻底疯了，都开始说胡话了。你们之所以觉得我一个人就能造出光刻机是天方夜谭，是因为你们所了解的光刻机制作方法完全就是错误的。光刻机的制作根本就没有那么难。你的意思是说，全世界对光刻机的理解是错误的？没错。开什么玩笑！你知不知道，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光刻机技术全部来自于米国？你一个连研究生都考不上的废物，怎么敢质疑米国伟大的光刻机科技？为什么不能质疑？马上，全世界就都要知道，米国人都无法做到的低成本批量生产光刻机的技术，我们大夏做到了。我呸！一派胡言！你就吹吧你！就大夏这种低端落后的光刻机技术，还想赶超米国？你睡没睡醒啊你？就凭你这种废物，还想赶超米国？下辈子吧！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夏的光刻机技术发展一直停滞不前？还能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有你这种不向米国谦虚学习，只会做白日梦的废物了。不，你错了。就算我们诚心向米国学习，你以为他就会把他最核心的芯片技术交给你吗？我大夏芯片技术发展如此落后，不是因为我，恰恰而是因为你这种人。因为我，老子可是米国的芯片学硕士。你说我阻碍了大夏芯片产业的发展？没错，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不思进取、崇洋媚外的牧羊犬，我大夏的芯片才一直无法发展。想要真正的发展芯片行业，就不能盲目的向米国学习，而是要自主创新，才能造成属于我们大夏人自己的光刻机。说的比唱的好听，你倒是造一个出来给老子看看啊！没错，多说无益。陆一鸣，既然你说你已经研究出了光刻机，那就把你制作的光刻机拿出来证明一下吧。光刻机体积庞大，我肯定无法拿到婚宴上来。不过我想，这个已经足够帮我证明了。这是计算机芯片？不对，这芯片的款式从来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难道说，这芯片是你做出来的？没错，这枚芯片正是由我所研发的纳米级光刻机制作出来的。天哪！难道说他真的仅凭一个人就研发出了光刻机？这怎么可能？就连米国研发光刻机也需要几百人的团队和大量的资金，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家伙肯定是在这儿故弄玄虚，他手里这枚芯片一定是假的。刘磊，两位校长还没有说话，你凭什么说陆一鸣的芯片是假的？这还用问吗？光刻机这种东西造假很困难，但是芯片造假却很容易。这个废物为什么拿不出光刻机，却能拿出一枚芯片？就是因为他的芯片是伪造的。刘磊，要不要打个赌？如果我的芯片不是伪造的，该怎么办？好啊，你这破芯片如果是真的，我当场给你磕头道歉；但是如果是假的，我要你跪着给我从这里爬出去，并且放弃和孟瑶结婚。好，这个提议好。如果
这个陆一鸣真的芯片造假，我女儿绝对不能嫁给这种无才又无德之人。陆一鸣，你敢跟我赌吗？陆瑶，你愿意相信我吗？一鸣，我相信你。好，我跟你赌。周校长，麻烦您调一台计算机过来，测试一下我这枚芯片。好，我这就安排。没什么问题的话，开始测试吧。废物东西，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装多久。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证明我这枚芯片没有造假？这都不知道，你还敢吹嘘自己造出了光刻机？这芯片是一台电脑的核心部件，没有芯片的电脑就是一堆废铜炼铁。只有让这台电脑正常运行，才能证明你的芯片没有问题。道理我自然是懂的，我只是怕测试成功后你不认账罢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看到没有，电脑启动失败了。陆一鸣，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启动失败了，这个陆一鸣果然是个只会抄袭造假的骗子。陆一鸣，这枚芯片难道真的是你伪造的？不要急嘛，周校长，我这枚芯片性能十分强大，一台普通的电脑想要适配我的芯片，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你说什么？这可是市面上能买到配置最高的电脑啊！你说它无法适配你的芯片？没错，听说过一句话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死废物，到这时候还敢跟我装？我要让你立刻给我跪下，从这里爬出去！等一下！啊！亮了，电脑成功启动了，这芯片竟然是真的！怎么回事？不是说它是抄袭造假的吗？这电脑怎么成功启动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真的造出了光刻机，还成功生产了芯片。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大夏终于出现了一位芯片学的天才啊！不可能，这不可能！这废物的芯片怎么可能是真的？刘磊，愿赌服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可能，你这芯片有问题。你一个没有经过米国芯片学教育的大夏人，怎么能独立造出光刻机生产芯片？哼，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刘磊，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难道没有米国人的帮助，我们就不能造出属于我们大夏人自己的光刻机了？我懂了，这枚芯片之所以能正常使用，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废物造出来的。你说什么？你们想啊，如今市面上能买到的芯片这么多，这陆一鸣肯定是自己购买了一枚芯片，然后再经过改造加工，假装是自己制作出来的。我们都被这个废物给骗了。陆一鸣，你这废物笑什么？是被我拆穿了你的谎言，所以心虚吗？我在笑你堂堂一个海归留学硕士，竟然傻到这种程度。你这废物说什么？你敢骂我？陆一鸣，想说什么直接说，不要人身攻击。我之前说过，我这枚芯片的性能远出市面上的任何一款芯片，怎么可能是我购买来的？陆一鸣，你说的话是真的？千真万确。你个废物吹过头了吧？敢往市面上任何一款芯片，全世界最尖端芯片学技术在米国，就凭你也想挑战米国芯片学的100年积累，简直就是在做梦。很快你就会认识到，在我的这枚芯片之前，你所推崇的所谓米国芯片，就如同一块废铁。说得好，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咱们就来测试一下。刚好我也想见识一下你这枚芯片到底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你们说这陆一鸣的芯片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虽然很难相信，但我觉得是真的。你看他那胸有成竹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如果他的芯片真有那么恐怖，那么就意味着我大夏被人卡了几十年芯片技术，终于要赶超米国了。好，我这就安排人员和专业的测试工具来对你这枚芯片进行测试。不用麻烦了，周校长，我有一种更简单的测试方法。什么方法？众所周知，一台电脑防火墙的防御能力和这台电脑的芯片性能息息相关，所以我将用搭载了我这枚超级芯片的电脑，攻破大夏任意一台顶尖电脑的防火墙，攻破其他电脑的防火墙，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测试方法。你说吧，你想挑战哪台电脑？我将要挑战的是清北大学的天河1号超级计算机。你说什么？你要挑战天河1号？没错。你知不知道，天河1号可是我大夏耗资上百亿搭载出来的顶级计算机，它的防武墙更是高达上百道，坚不可摧。就凭你这枚小小的芯片，就想挑战天河1号？陆一鸣，我并不怀疑你在光刻机领域的演讲成功，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刚刚造出芯片就要挑战天河1号计算机，不太合适。听我一句劝，换一台计算机挑战吧。周校长，你不用再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就挑战天河1号计算机。陆一鸣，我看你个疯子，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找死！天河1号机的防火墙防御系统，就算让米国最顶尖的黑客团队来，都很难攻破。就凭你一个废物，也敢挑战天河1号？不试试怎么知道？希望验证结束后，你不要忘记我们的赌约。我当然不会忘记。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你这废物跪着从这里爬出去，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周校长，开始吧。天河1号在清北大学的实验室内不能随意移动，但是我已经让人将天河1号的防火墙安全度投射到了酒店的屏幕上，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实时数据。陆一鸣，天河1号调动这一次就要花费上百万的资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放心吧，周校长，这要是挑战失败，这花费的资金可是要算到你头上。死废物，你现在跪下来给我认错，然后乖乖爬出去的话，还来得及。兴许老子高兴了，还能帮你把欠下的债务还上。不用了，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周校长，没问题的话，我就开始了。好，开始吧。你们说，这陆一鸣能挑战成功吗？唉，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估计他这次要挑战失败了。不会的，我相信一鸣，他是个诚实的人，之前从来没有骗过我，这次也不会。这做人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就算造出了光刻机又怎么样？敢挑战我大夏最顶级的天河1号计算机，不还是死路一条？一鸣，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这都多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老宋，天河1号可是有着上百道防火墙，没那么容易攻克，再给他点时间吧。老周，你我都是懂计算机、懂芯片的人，不必再帮他拖延时间了。如果他这枚芯片真的像他和说的那样性能强悍，怎么会连1%的防火墙都攻破不了？唉，还是太年轻太浮躁了啊！宣布他挑战失败吧。我宣布，陆一鸣对天河1外的攻破挑战。等一下，有进度了，有进度了！这小子竟然真的凭借一枚小小的芯片，就攻破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不敢相信，这简直就是奇迹！看来我大夏真的出了一位芯片天才。太好了，一鸣，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天哪，他竟然真的成功了！他竟然真的攻破了天河1号！都给我闭嘴！你们都在那儿激动什么呢？他才仅仅攻破了1%，还有99%没有攻破呢，这有什么好吹嘘的？刘磊，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了。天河1号的上百道防火墙，哪怕是仅仅攻破了1%，都足以证明陆一鸣的这枚芯片性能有多强悍。没错，市面上任何一款芯片都无法达到这攻破天河1号1%的效果。我想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证明这枚芯片是由陆一鸣独立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的作假成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废物可是亲口说他要彻底攻克天河1号计算机的。我告诉你，今天哪怕是只剩下1%的进度没有攻破，我都一定要让这个废物给我跪在地上从这里爬出去。我看你敢！别着急，谁告诉你我的芯片只能攻破1%的进度了？我没看错吧？攻破进度竟然还在涨，90%、80%，天河1号的防火墙进度只剩下80%了，进度竟然还在涨，难道这都还没有达到这枚芯片的极限性能吗？这小小的一枚芯片里，到底是蕴含了多恐怖的能量啊！周校长，天河1号的防火墙只剩下70%了，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真的有被攻破的危险。看来陆一鸣在芯片领域的天赋，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不过，我们清北大学耗资100亿造出来的天河1号，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被攻克的。我倒要看看他这枚芯片的极限到底在哪儿。老周，你快别卖关子了，赶紧下命令吧！停止天河1号的所有实验工作，将计算机的所有算力都集中到防御系统上，抵御攻击。这可是这台计算机从投入使用之后第一次停止工作，集中防御自己的防火墙。陆一鸣这枚芯片究竟是给了天河1号多少的压力啊？就连米国最顶尖的黑客都没有让咱们的天河1号集中防御过。陆一鸣的这枚芯片已经在创造了历史了。计算机在集中防御后，防火墙的防御系数将提高几十上百倍。
你的这枚芯片应该已经测试出它的极限了。别灰心，你是我见过在芯片方面最有天分的人了。相信只要你坚持研究，总有一天能凭借自己的芯片攻破天河1号的防御的。没错，天河1号可是由上万枚顶尖的芯片共同组成的超级计算机。你仅凭一枚芯片就能将它的防火墙攻破到如此程度，已经很厉害了。周校长、宋校长，谢谢你们的安慰。不过，我觉得我这枚芯片的极限还远不止于此。你说什么？忘了告诉你了，我这枚芯片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遇强则强。动了，数据又动了。我说过要攻破天河1号的防伪墙，就一定能做到。不可能，开启集中防御的天河1号可是有上百倍的防御系数啊，怎么可能还会被攻击成功？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不会是在做梦吧？不可能！开启集中防御的天河1号的防火墙，就连米国最顶尖的芯片都无法攻破。他这个废物的破烂芯片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相信！说，是不是你个老不死的包庇他，帮他降低了天河1号的攻克难度？我周志远行得端，坐得正，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刘雷，我劝你接受现实吧。从这陆一鸣这一枚小小的芯片来看，大夏的芯片技术已经赶超米国了。天哪，数据还要再变！天河1号的防火墙只剩下30%了。难道他真的要单凭一枚芯片就要一举攻破天河1号的防火墙了？开什么玩笑！那可是开启集中防御的天河1号啊！数据停止变化了，看来这枚芯片的性能终于是到达极限了。可惜啊，天河1号在最后还是守住了最后一部分防火墙。不过这枚芯片所展现的恐怖性能已经超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可惜啊，太可惜了。我还以为真的能看到天河1号的防火墙被攻克这种奇迹呢。一鸣，别灰心，你已经证明自己了，我相信你总有攻破它的一天的。不用担心我，好戏才刚刚开始呢。天河1号的防火墙竟然自我修复了！老周，这什么情况？防火墙自动修复，这是你们清北大学研究出的最新科技？不，我们清北大学根本就没有这项技术。什么？你没开玩笑吧？那这防火墙怎么会自动修复的？这不科学呀！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进度之所以还是100%，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被攻破过。刘磊，你在胡说些什么？刚才攻克进度到达90%，大家可是都看到了。就是，我们刚才每个人都亲眼看到了，我们可以为他证明。那你们怎么解释防火墙为什么突然自己修复了？解释不了吧？我猜测陆一鸣根本就没有攻击远在清北大学的天河1号计算机，而是攻击黑掉了各位眼前的这块屏幕，这样就可以篡改屏幕上的数据来欺骗大家了。这个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老周，他说的是真的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毕竟我们找不到其他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防火墙会突然自己修复。难道说陆一鸣他真的作假了？陆一鸣，你的谎言被我拆穿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什么意思？竟然连我没有攻克天河1号，仅仅是黑掉屏幕这种理由都想得出来，你也真是有够好笑的。陆一鸣，我看你是找死！被我拆穿了谎言，还敢这么猖狂！我要你立刻给老子跪下来！刘磊，你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履行我们的赌约了。他可是亲口说，他这破芯片能攻克天河1号的，现在他没有做到，我要让他跪下来给老子道歉！一鸣他是造出我们大夏光刻机的功臣，我看你敢！你给我起开！该死的助手，不要用你的脏手碰他！天哪，我没看错吧？那不是米国哈佛大学的校长威廉姆斯吗？他怎么也来这里了？什么？就是米国最顶级的哈佛大学的那个校长？没错，不过连他是为了陆一鸣而来的吧？哈佛大学的威廉姆斯校长，不知道你来我大夏的土地是想干什么？我来这里当然是见一位芯片学的天才。芯片学的天才陆一鸣，他算个什么东西？当然是我了，老子可是哈佛大学的芯片学硕士，除了我还能是谁？我不认识你，你是谁？我啊，刘磊啊，威廉姆斯先生，我今天可是刚从咱们哈佛大学毕业的毕业生。我们哈佛大学每年的毕业生那么多，我为什么要认识你？那你所说的芯片天才是？我要找的芯片学天才叫陆一鸣。
陆一鸣，威廉姆斯先生，您搞错了吧？那陆一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啊！彻头彻尾的骗子？没错，这个死骗子说是要用他研究的这个什么超级芯片来攻克我们大夏最顶尖的计算机天河1号，然后根本就没有成功。你看，现在那防火墙进度还是100%呢。完美，简直就是完美！这枚芯片简直就是一枚艺术品啊！威廉姆斯先生，你没搞错吧？你说这芯片是艺术品？你个白痴懂什么？陆先生，其实你已经攻克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没错吧？是的，看来这位威廉姆斯先生是个懂行人。什么？他已经攻克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这不可能！他明明还差最后10%的进度。校长，不好了！天河1号计算机突然失去控制，我们尝试维修，但是维修失败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周校长，不用惊慌，你来操控我这台电脑试一下。这台电脑竟然可以在千里之外操控天河1号计算机？什么？我没听错吧？这台电脑可以操控天河1号？那不就意味着他成功攻破了天河1号计算机的防火墙？陆一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很简单，之前在攻克天河1号防火墙仅剩10%的时候，我的这枚超级芯片选择了一种隐秘进攻的方式，绕开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隐秘进攻？这种进攻方式可是要比直接进攻需要花费芯片10倍以上的算力。你的这枚芯片竟然可以做到隐秘进攻？没错，这才是我这枚超级芯片的全部实力。在进攻成功后，芯片自动夺取了天河1号的操控权限，并修复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所以才出现了你们看到的那一幕。真是没想到，集我整个大夏的力量，花费了上百亿资金建造的天河1号计算机，竟然真的会输给一枚小小的芯片，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两位校长，现在可以证明我研究出了纳米级的光刻机了吧？够证明了，太够证明了。那么现在就到了履行赌约的时刻了。你个废物，看我干什么？刘磊，之前的赌约咱们可是说好了，如果证明我这枚芯片是真的，你要跪下来给我道歉。你一个专科的杂碎，只不过运气好点造出个什么破芯片，想让我一个堂堂哈佛大学的硕士来给你下跪道歉？刘磊，陆一鸣可是我大夏芯片发展的功臣，更是造出了我大夏第一台光刻机。你屡次侮辱谩骂我大夏功勋，还不知罪？赶紧跪下来，给陆一鸣道歉认错。还芯片功勋，我呸！想让老子道歉认错，没门儿！刘磊，如果你不履行赌约，给陆先生下跪认错，那么我将取消你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什么？您帮着他一个大夏人干什么？我才是咱们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啊！有你这种人，简直就是损害我们哈佛大学的声誉。我们哈佛大学不需要你这种人品败坏的学生。你道不道歉？行，我服了。陆一鸣，我算你厉害。对不起，我错了。行了，滚吧，我懒得跟你这种崇洋媚外的冒摇犬一般计较。陆一鸣，你给我等着！伯父，不知道现在的我够不够资格和梦瑶结婚？够，太够了！你说你早说你造出了光刻机呀，那我不早就同意梦瑶和你在一起了，哪里会闹出今天这么多事？真的，爸，你同意我们在一起了？陆一鸣这么优秀，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你们在一起？谢谢爸。一鸣，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陆先生，恭喜你啊！你看咱们是不是把学校也选择一下？我们清北大学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着。别听他的，陆先生，还是来我们帝都大学吧。我们学校能给出的待遇肯定是全大夏最好的。什么叫全大夏最好的？你们帝都大学能给的，我们清北大学也能给。二位，我看你们还是不要再争了，他哪里都不会去。威廉姆斯，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不远万里来到大夏，只是为了看热闹的吗？我们米国哈佛大学以10亿金金的年薪诚邀陆先生赴美担任芯片学教授。10亿美金的年薪，这得是多少钱啊？陆一鸣，你愣住干什么呢？赶紧答应他呀！我没听错吧？10亿美金的年薪，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那陆一鸣是什么人？一枚小小的芯片就能攻克天河1号防务墙的芯片天才啊！要我说，这个价格都便宜了。威廉姆斯，
你有些太过分了吧？我们清北和帝多大学的校长还在这里呢，你就敢当着我们的面挖走我大夏的人才？那又怎么样？你能给我这么高的年薪吗？这个世界，金钱才是净道理，你还不明白吗？有钱就了不起啊！有钱就可以随便挖我大夏的人才。抱歉，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你，陆先生，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我们哈弗大厦不仅能给你提供优渥的待遇，还有这个世界上最顶级芯片实验室，在那里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让你的超级芯片更上一层楼。做出你的决定吧。一鸣，你不能答应他。李梦瑶，你说什么胡话呢？那可是要跟你结婚的男朋友啊！你竟然劝他放弃10亿美金年薪，你知不知道这结婚以后这些钱可都是你的啊！你是在担心陆于米国以后会跟你分居2地吗？我可以安排你还有你的家陆先生一起移居米国，你和你父亲都可以获得我们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和优渥的待遇。真的？我也能去哈佛大学当教授？没错，除此之外，我还将提供100万美金的年薪和一栋豪华别墅给您和您的家人们居住。太好了，就这么定了。陆一鸣，还等什么呢？赶紧答应威廉姆斯先生。不行。这位女士，你还有什么要求，我们也都可以满足。我们大夏这么多年来，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光刻机，造不出自己的芯片，才会被你们米国一直欺压。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光刻机的人才，你们米国公竟然想要把他挖走。我担心的并不是会与陆一鸣分居2地，而是担心他的研究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变成射向我们大夏人民的子弹。说得好，没想到一个女生竟然能有如此高的觉悟，真是难得可贵啊！陆一鸣，你女朋友说的没错，为什么米国人会出这么高的价格挖你？就是因为他害怕我们大夏的芯片技术崛起，抢占了他芯片霸主的地位。你可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啊！不，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们一口一个我们米国人挖他们的人才，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给不起那么高的薪酬吗？陆先生，这完全就是在道德绑架你。说的没错，什么狗屁大夏芯片的崛起，不过是想用低价钱留住你的借口罢了。陆一鸣，不要犹豫了，马上答应威廉姆斯先生，咱们一起前往米国。还在想什么呢？赶紧答应他呀！一鸣，不能答应。你给我闭嘴！胳膊肘往外拐的赔钱货！陆一鸣，我告诉你，你要是拒绝了威廉姆斯先生的邀请，你就别想娶我女儿，我死都不会让他和你这个蠢货结婚的。其实我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恭喜你，陆先生，看来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你看看他那见钱眼开的样子，真是让人恶心。刚才还在道貌岸然的斥责是崇洋媚外的牧羊犬，结果自己转头就答应了米国人的邀请。陆先生，在这份合同上签字后，你就正式加入我们哈佛大学了。一鸣，不能签。给我闭嘴！你自己不想去米国，不要耽误我去米国发财。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败家女儿？10亿的年薪，你们米国人果然是财大气粗啊！这个条件一般人真的很难抗拒。这个待遇只是开始，如果您能帮我们米国的芯片技术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我们还会给你额外的奖励。可惜，你们米国人的钱，我陆一鸣不稀罕。陆先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如果你觉得10亿美金年薪的这个待遇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再谈一谈。别白费力气了，无论你们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米国的。为什么？他们大夏人能给你多少钱？连我们米国给的1/10都没有。你要为了这点钱留在大夏？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大夏人对祖国的热爱，是你这种满身铜气味只认钱的米国人这辈子都不会懂的。我之所以研究光刻机，就是为了发展我大夏的芯片行业，为我大夏的科技腾飞插上一双翅膀。什么狗屁大夏？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这个蠢货，知不知道自己刚才放弃了什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立刻签订合同跟我回米国，之前我承诺的待遇全部翻倍。威廉姆斯先生，你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要将我的光刻机和超级芯片留在大夏。太好了，一鸣，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你以为我陆一鸣像是那种卖国求荣的人吗？陆一鸣，感谢你选择留在大夏，我果然没有看错你。英雄出少年呐，有这么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咱们大学必将崛起。
屹立于世界之巅呐！蠢货，白痴！你一个低贱的大夏人，竟然敢拒绝我！陆一鸣，我会让你后悔的！威廉姆斯，我不怕你，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夏的科技即将崛起，我们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任由你们米国人欺压的大夏了。废物，给我闭嘴！知不知道你拒绝了什么？我很清楚我拒绝了什么。陆一鸣，老子的发财梦被你彻底毁了！我告诉你，你永远都不要想再见到我的女儿，更别想跟她结婚。走，跟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要跟一鸣在一起。如果你不同意我们之前的婚事，那我就跟你绝父女关系。你说什么？你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没错，如果你还这般执迷不悟的话，你就不配当我父亲。我看你是反了天了！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育教育你。伯父，你冷静一下。梦瑶她不仅是你的女儿，更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请你尊重她的选择。我冷静什么？你知不知道去了米国，我们一家全都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现在全都被你毁了。陆先生，看来你所谓的爱国，不仅让你错失了巨额的财富，更是得罪了未来的岳父，真是愚蠢至极啊！为了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就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吗？李伯父，金钱固然很重要，但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底线。就是啊，爸，我跟一鸣留在大夏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我不想看你们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去到米国，遭受所有大夏人的谩骂，遗臭万年。米国是很美好，但是终究不是我们的家乡。伯父，你放心，我一定会用我的芯片技术，将咱们大夏建设得更加美好，终有一日赶超米国的。说得好，秦院长，您怎么来了？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咱们大夏的芯片天才都要被米国佬挖走了。秦院长不用担心，陆一鸣他意志坚定，在米国人的高薪诱惑下，都能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反倒是某些我们大夏科研院的人，却一心向往着米国。面对如此米国人如此丰厚的待遇，能抵抗住诱惑的终究是少数，否则我们大夏也不会被米国人挖走那么多的人才了。不过越是这样，越显得能抵抗住诱惑的人难得可贵。你就是陆一鸣？你好，秦院长。好小子，年纪轻轻就搞出了光刻机，还把天河1号都拿下了。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为大夏科技做出的贡献。不客气，秦院长。建设大夏，帮助大夏经济横推，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放心，我们大夏虽然没有米国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也绝对不会亏待人才。陆一鸣，是我以大夏科研院院长的身份，授予你大夏科研院教授的职位，主攻光刻机与芯片方向，年薪1个亿。感谢秦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至于你，我们大夏的土地上不欢迎你这样挖墙脚的人，请你立刻离开。我来你们大夏是为了学术交流，你不能干涉我。学术交流？我看是学术窃取吧。陆先生的研究成果属于大夏，你想用钱买走我们的核心技术，做梦！送客。威廉姆斯先生，请来。陆一鸣，你们这些愚蠢的大夏人，很快就因为今天的决定后悔的。这群该死的大夏猪，敢拒绝我的邀请，简直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威廉姆斯先生，我们要怎么办？看来只能提前开始我的计划了。威廉姆斯先生，请等一下。你是那个陆一鸣的死对头刘磊？是我，威廉姆斯先生。宴会上发生的事情我都已经听说了，如果你们想要报仇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们。完了，全完了，我的米国梦。老头子，别执迷不悟了。陆一鸣是个人才，跟着他，梦瑶不会受苦的。爸，我选择一鸣，不仅因为我爱他，更因为他是大夏的骄傲。如果您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祝福我们。我相信留在大夏，我们一样可以幸福的。伯父，我知道您担心梦瑶的未来，但请相信，我会用我的能力给她幸福，也会为大夏的科技奋斗终生。光刻机只是开始，未来我们会有更先进的技术，让大夏在芯片领域屹立世界之巅。罢了罢了，可能真的是我老糊涂了，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丢掉了做人的底线。
陆一鸣，伯父，我女儿就交给你了。你要是敢欺负她，我可饶不了你。放心吧，伯父，我向您保证，绝对不会让梦瑶受到一点委屈。好，好，好，真是喜事一桩。陆先生、李小姐，我代表国家祝福你们。周志远在，帮陆先生准备婚宴现场。1周后，我要亲自为这对新人主持婚礼。厉梦瑶女士，你愿意嫁给陆一鸣先生吗？无论贫穷与富贵，都愿意支持他，不离不弃吗？我愿意。那陆一鸣先生，你愿意娶李梦瑶女士为妻子，永远珍惜她、爱护她吗？怎么回事？停电了！不应该呀，这江城地区已经10几年来没发生过停电事件了。不好了，秦院长！怎么回事？就在刚刚，米国的黑客联盟突然对我大厦的网络系统发起攻击，目前电力系统受损严重，全国都已经断电了。这群该死的米国佬，他们这是早就蓄谋已久了。没错，他们害怕我们的光刻机和超级芯片量产以后，在科技上赶超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想用黑客团队来摧毁我大厦的网络和电力系统。我们的天河1号计算机呢？天河1号计算机的防护墙就在刚刚已经被攻破了。这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黑客攻击事件，能让天河1号的防火墙都被这么轻松攻克，肯定需要大量的高端芯片，这背后一定有米国科学界的人士在推波助澜。猜得不错，威廉姆斯，果然是你。真是抱歉，我不是有意想攻击你们大厦的网络的，但是陆一鸣这样的芯片人才实在是太珍贵了，我绝对不能让他留在大厦。你想怎样？只要你们让陆一鸣跟我回米国，为我们米国效力，我将立刻停止对大厦网络系统的攻击。否则的话，再过几个小时，你们大厦的网络和电力系统就会彻底报废。我们大厦的芯片技术被你们米国人卡脖子卡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位芯片天才的出现，想把陆一鸣带走？你做梦！那你就等着看你们大厦的网络和电力设备变成一堆废铁吧。我看未必。怎么回事啊？怎么停电了？秦院长，麻烦你立刻帮我准备一台能连接芯片的电脑，还有发电机这些设备。好，我这就安排。你这是要……米国人想攻击我大厦的网络，问过我的超级芯片没有？一鸣，这真的可以吗？那可是米国最顶尖的黑客团队，再搭配上无数顶级的高端芯片啊！你这一枚芯片真的能防御住他们的攻击吗？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要忘了，我的超级芯片可是也攻克过天河1号防火墙的。好，我相信你。攻击已经暂时抵挡住了，我现在开始尝试修复网络防火墙。涨了，涨了！防火墙真的开始修复了，太好了！防火墙开始修复了，我们大厦有救了！你们这群大厦人真是愚蠢的很。威廉姆斯，你们米国黑客团队的攻击已经被我们瓦解了，你竟然还能笑得出来？我笑的是你们的天真。这场黑客攻击我策划了这么多年，你以为我没有将超级芯片也考虑过进去？怎么回事？这修复进度怎么又下降了？一鸣，有办法解决吗？马上咱们的修复计划就有功亏一篑了啊！奇怪，对方的黑客团队竟然在短短一会儿的时间，就找到了抗衡我超级芯片的方法。他们好像对我的超级芯片十分了解。这不可能，超级芯片可是机密项目，美国人怎么会有超级芯片的资料？不错，我们确实有关于这枚超级芯片的资料。至于怎么获得的，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刘磊。我早该想到是你的。没错，就是我，陆一鸣。之前你让我下跪道歉，颜面扫地，所以在宴会结束后，我就动用关系偷取到了你光刻机和超级芯片的全部资料，
并把资料交给了威廉姆斯先生。刘磊，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这是叛国！叛国又怎样？老子可是米国的海归硕士，你们这帮人不重用我，反而重用一个学历只有专科的废物，我早就应该帮米国人了。威廉姆斯先生已经给我承诺过了，只要我帮助他摧毁大夏的电力和网络系统，我们刘家就能举办移民到米国，享受数不尽的荣华富贵。警告！警告！防火墙修复即将失败！防火墙修复即将失败！防火墙修复要失败了，这下可怎么办啊？陆先生，考虑好了吗？只要你同意跟我回米国，我立刻让黑客团队停止攻击，否则的话，你们大夏的网络和电力系统就要彻底报废了。哼，你笑什么？我笑的是你们的愚蠢。你们以为偷到一点资料图纸就能研究透我的超级芯片了吗？实话告诉你，我的超级芯片目前所发挥出的性能，仅仅是它全部性能的1%。一鸣，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太好了！如果这枚芯片的性能能提升100倍，那么一定能防御住米国黑客团队的进攻。100倍的性能，陆一鸣，你牛皮吹大了吧？如果你想通过这种拙劣的谎言来吓住我的话，你可能要失望了。我有没有说谎，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你这废物还敢在这里嘴硬！如果你的芯片真的能发挥出100倍的性能，为什么刚才没有成功修复防火墙？因为想要发挥出这枚芯片的最佳性能，需要极其庞大的电力支持。真是痴人说梦！一枚小小的芯片能需要多少的电力？连一台发动机都不够。陆一鸣，承认自己的失败吧，不要再找理由了。你给我闭嘴！一鸣，你说吧，需要多少电能？我立刻把全江城的发电机都给调过来。秦院长，全江城的发动机恐怕不够。什么？因为我需要的电能是100亿千瓦。我没有听错吧？100亿千瓦！你个废物，知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全江城一整个月的用电量也不过才50亿千瓦。陆一鸣，我看你是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已经变得精神失常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芯片竟然可能承受得住100亿千瓦的电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们两个井底之蛙，没有见过我超级芯片的恐怖，自然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好，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的芯片能承受100亿千瓦的电能，你在这小小的江城，去哪儿找如此庞大的电源呢？是啊，一鸣，别说现在是停电时期了，就算是正常时期，我也给你调集不来如此庞大的电能啊。秦院长，不用担心，电源的问题我自己就能解决。你们听到没有？这个废物说他能解决100亿千瓦的电能问题，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陆一鸣，你在做梦吗？就算你集结全大夏的发电厂一起发电，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凑足100亿千瓦的电能。传统的发电方式确实不行，但是如果我说我用核动力发电，就算是核动力发电也获得不了这么多的电能啊！等一下，难道说是可控核聚变？没错，就是可控核聚变。只要掌握了可控核聚变，电能只不过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无暇的数字罢了。常规的核能发电是不可控的聚变，所使用的只有一小部分核能的能量，大部分能量都挥发浪费掉了。而可控核聚变就是对核能达到100%的利用率，理论上可以达到无限的能量。无限的能量，真的假的？这听起来完全就是天方夜谭呐！说实话，我也不相信陆一鸣能研究出可控核聚变，但是这个时候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我没听错吧？可控核聚变？你弄个破芯片，真当自己是天才了？全球研究了100年多的可控核聚变都没有丝毫进展，就凭你也想研究出来？陆一鸣，我承认你很有科研天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大夏的网络和电力系统危在旦夕，你是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究出可控核聚变吗？我不是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究出可控核聚变，而是我已经研究出来了。什么？陆一鸣，你说你已经研究出可控核聚变了？
没错。陆一鸣，现在可是大夏危机存亡的时候，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开玩笑啊！秦院长，我没有开玩笑，我陆一鸣用我自己的生命担保，我真的研究出了可控核聚变。好，我相信你，大夏的未来就交给你了。放心吧，秦院长，只要有我在，任何人都不能损害我们大夏的利益。演戏结束了吗？你们这群废物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还是说你们真的相信他研究出了可控核聚变？刘磊，你给我闭嘴！不管陆一鸣他的可控核聚变能否成功，他都已经为了大夏拼尽全力了，不是你这个卖国求荣的牧羊犬能比的。光会吹牛就能拯救大夏了吗？他不是研究出可控核聚变了吗？那就拿出来让我看看啊！好，既然你这么想看，那我就满足你。本来想再改进一下达到完美，现在看来是来不及了，只能提前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显示了。这就是我研究出可控核聚变的证明。陆一鸣，你是魔怔了吧？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电池吗？跟可控核聚变有什么关系？这可不是普通的电池，这是一块核动的电池，这里面的能量就算用上100年、1000年都不会发生衰竭。核动力电池？你是说你把可控核聚变技术全部浓缩在这一块小小的电池里了？没错，就凭这一块核动力电池，就能产生上百亿千瓦的电能，为我的超级芯片供电。你糊弄谁呢？你以为随便找一块破电池来就能骗过我们啊？没错，按照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来看，将一整套可控核聚变浓缩进一块小小的电池，完全就是天方夜谭的笑话。我不相信。我不需要你们这群目光短浅的米国人相信，很快我会用事实向你们证明。好啊，这块电池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那你就证明给我们看看啊！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骗子还能嘴硬多久。既然你这么想看的话，那就如你所愿。秦院长，麻烦您帮我把这块电池连接到酒店的电路中。好。这家酒店的电路与全江城的电路相连，一旦我的核动力电池成功启动，整个江城的电力都会瞬间恢复。你是说，这小小的一块电池能恢复整个江城的电力？哈哈哈哈！陆一鸣，我发现你还真是愚蠢至极啊！用一块电池给一整座城市供电，按照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就无法做到。陆一鸣，我看你已经彻底疯掉了。愚蠢之极的到底是谁？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怎么回事？这才刚换上电池，酒店的灯光怎么就暗了？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因为你们这群蠢货信了这个废物的话，把那个破电池接入酒店的电源了啊！真是一群愚蠢的大夏人！你们口中的核电电池连一个酒店的电都无法供应，何谈给整个江城供电？完了完了，这下连最后的希望也要破灭了吗？我就说这个陆一鸣不靠谱，怎么可能有人能把可控和聚变这么复杂的技术塞进这小小一块电池里吗？别这么说，就算结果不尽如人意，陆一鸣他也是为了拯救大夏努力过了。一鸣，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快给大家解释一下呀！大家不用惊慌，核动力电池是需要启动时间的，稍等一会儿，整个江城的电力都会恢复正常。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嘴硬吗？你们这群蠢货用脑子好好想想，市面上哪款电池需要这么久的启动时间？核动力电池发电需要和聚变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自然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电池有所不同。好啊，那你说说你还需要多少启动时间？我倒要看看你个废物还能跟老子装多久。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着。接下你将看到的是工业历史上的奇迹，整个江城都会因为这块核动力电池而闪耀。5、4、3、2、1，亮了，亮了，真的亮了！真是不敢相信，陆一鸣的核动力电池居然真的成功了！太好了，这下咱们大夏真的是有救了！报告秦院长，整个江城的供电系统已经全部恢复了。陆一鸣他没有说谎，他的核动力电池真的能为整个江城供电。太好了，太好了！陆一鸣，我代表大夏人民，由衷的感谢你。秦院严重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可控核聚变是困扰世界科学家近100年的难题。怎么会被你一个大夏人破解？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威廉姆斯，不要再用你那老旧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夏了。从今天起，我们大夏的科技就开始崛起了。不可能！
就算你真造出了核动力电池又如何？我不相信你的芯片能提升100倍的性能，更不相信你的一枚芯片就能防御住我们全米国黑客的进攻。那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各位，接下来就是咱们大夏绝地反击的时刻。核动力电源已连接，芯片性能释放已达到100%。涨了！防火墙的修复进度重新上涨了30%、50%、80%了。操级芯片真的能发挥出100倍的性能。各位，我宣布，大夏的防护墙已经修复完成，我们成功防御住了这次米国黑客的大规模落攻击。让我们把掌声输给我们的功臣陆一鸣。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一直在我背后无条件的支持我。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已经偷到光刻机和超级芯片的图纸了，为什么还是没法成功？你偷走的只是最简单的草图，奏级芯片的真正核心早就在我的脑子里了，是你能偷到的吗？什么？还在看文件呢？都结婚3个月了，也不知道歇一歇。没办法，秦院长刚给我批了个实验室，正在组建团队，这些简历我得一个个看。那也得注意身体啊，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小家伙今天乖不乖？乖得很，就是早上吐得厉害，现在好多了。要不你今天就别去学校了，在家休息一天。不行，下午还有2个学生的论文要改。再说了，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李梦瑶嫁了人就变成全职太太了。谁敢这么说？我第一个不答应。陆教授，你的团队组建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我已经从全国各大高校筛选了20名顶尖人才，下周就可以正式入驻实验室。好啊，有了团队，你的光刻机技术就可以批量生产了。没错，只要能量产，我们大夏的芯片产业就能彻底摆脱对国外的依赖。陆教授，你先看看这个，这是米国的芯片联盟。没错，根据情报，米国联合了欧洲、日维、韩国等10几个国家，准备组建一个国际芯片联盟，全面封锁我们大夏的芯片产业。什么？他们这是要彻底断我们的路啊！这群米国佬果然没安好心。不仅仅是芯片成品，他们想封锁的是整个产业链，从原材料到设备，从技术到人才，全都封锁。没错，尤其是光刻机所需要的高纯度硅片、特种化学试剂、精密光学镜片，这些都是我们的短板。秦院长，给我时间，这些短板我一个个补上。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各位，欢迎加入大夏芯片攻坚团队。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从全国筛选出来的顶尖人才，但我必须告诉你，接下来的路不会好走。陆教授，能跟您一起研究芯片，是我们的荣幸。没错，我们早就想为国出力了。陆教授，这些领域我们大夏的底子太薄了，想要突破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们要换一条路走，这是我设想的全产业链替代方案。这是从零开始重建整个产业链。陆教授，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工程量再大也要做，我们不能永远被人卡脖子。从今天起，我们分成3个小组：材料组、设备组、工艺组。好，是，我亲自带队，3个月内我要看到突破。是。刘博士，还习惯这里的生活吗？威廉姆斯先生，这里简直是天堂，比我在大夏的时候强100倍。
那就好，你的资料对我们很有帮助。陆一鸣的光刻机技术，我们已经基本吃透了。这么快？你以为我们米国的科研实力是吃干饭的？不过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陆一鸣的技术虽然先进，但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我们无法复制的思路上。如果按照他的路线走，我们永远追不上他。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刘博士，你对陆一鸣最了解，我要你帮我们设计一种全新的芯片架构，彻底超越他。这，威廉姆斯先生，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事成之后，我给你1亿美金，外加米国绿卡，让你成为我们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好，我干。怎么了？有进展？陆教授，您怎么睡在这儿？都快12点了。没事，材料组的数据据分析出来了吗？出来了，但是结果不太理想。高纯度硅片的提存率只有30%，这离量产还差得远。我们已经试了10几种方法了。最好的就是这个结果。陆教授，咱们大夏在这方面的基础实在太薄弱了。不对，一定还有办法。常规的提存方法不行，那就换个思路。换个思路。你听说过等离子体离心提纯法吗？那是什么？我没听说过。是我之前看过的一篇国外论文里的概念，当时觉得太超前，就没在意。现在想想，也许这条路能走通。陆教授，您画个草图，我马上带人去试。好，记住，关键是要控制等离子体的温度和转速，达到共振频率，才能实现完美的提纯。梦瑶，怎么还没睡？你还问我呢？都1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煮了汤，放在保温盒里，你记得让人给你送过去。还有，明天必须早点回来，别忘了我们约好了去医院产检。好，我记得。梦瑶，辛苦你了。我不辛苦，辛苦的是你，一鸣。你在为国家做事，我支持你，但你也得答应我，保重身体。我答应你。小家伙，你爸爸是个大英雄，你知道吗？恭喜你们，胎儿发育得很好，很健康。真的吗？太好了！医生，能看到是男孩女孩吗？按照规定，我们不能提前透露性别。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孩子很活泼，一直在动呢。一鸣，你快看，他在动。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梦瑶，谢谢你。傻瓜，应该谢谢你的是我，要不是你，我早就……别瞎说，我们是一家人。一鸣给孩子想好名字了吗？如果是男孩，就叫陆光夏，光复大夏的光，夏是华夏的夏。光夏，好听。那如果是女孩呢？女孩就叫陆念瑶，念着梦瑶的念瑶。油嘴滑舌，不过我喜欢。秦院长，出什么事了？刚刚接到消息，米国联合12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国际芯片联盟协议，
这么快？比我们预计的早了3个月。协议内容包括禁止向大夏出口任何高端芯片，禁止向大夏转让芯片技术，禁止成员国企业在大夏投资芯片产业。这简直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更严重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全球范围内封锁我们的人才。所有在米国、欧洲留学的芯片相关专业的大夏学生，都被限制了回国。这群王八蛋！现在只能靠陆一鸣了。希望他能赶在封锁全面生效前突破材料瓶颈。我相信他，那小子总能创造奇迹。陆教授，准备好了，可以启动了。好，开始。失败了。陆教授，这已经是第13次失败了。这个等离子体离心法是不是真的行不通？不，方向是对的，问题出在温度控制上。你们看这里，等离子体的温度变动太大，无法达到共振频率。可是我们已经用了最先进的温空系统，还是控制不住。那就换一种思路，我们不要试图控制温度，而是让温度在可控范围内变动，然后通过算法实时调整离心力，达到动态平衡。这计算量也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一台超级计算机来帮忙。秦院长那里不是还有一台天河2号吗？刘博士，有进展了吗？威廉姆斯先生，您看看这个。这是我自己设计的类脑芯片架构，它不是传统的2进制计算，而是模仿人脑的神经元结构，可以实现真正并进计算。你是说，这种芯片可以同时处理无数个任务？没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架构完全不依赖陆一鸣的光刻机技术，就算他用再先进的光刻机造出来芯片，在架构上也无法和我们相比。好，太好了，刘博士。你果然是个天才，威廉姆斯先生，我早就说过，只要给我机会，我能做的比陆一鸣更好。放心，事成之后，我承诺的一切都不会少。现在，你需要多少人、多少资金，尽管开口。我需要100名顶尖工程师和100亿美金，我要在1年内造出世界上第1枚类脑芯片。一鸣，天河2号的算力够不够？暂时够用，但是随着计算量的增加，可能还需要升级。好，我批，只要能突破材料瓶颈，你要什么我给什么。陆教授，快看，温度变动稳定了。好，开始记录数据，准备下一次实验。一鸣，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秦院长，您太抬举我了。不是抬举，我是说你对科研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比我年轻时强多了。大夏有你，是国之幸事。秦院长，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梦瑶啊，爸爸之前做错了，对不起你。爸，事情都过去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可是爸爸现在真的想通了。陆一鸣是个好孩子，是爸爸有眼无珠。是啊，梦瑶，你爸这几个月天天念叨你，说想外孙了。爸妈，我其实早就不怪你们了，
只是你们以后别再想着去米国了，行吗？不去了，不去了。我现在就在江城大学教书，挺好的。咱们大夏也挺好的。那个是啊，你看这房子，这小区多好啊！陆一鸣这孩子真有出息。他是有出息，就是太忙了，天天泡在实验室里。梦瑶，你可不能因为这个埋怨他，他是在为国家做事，是大英雄，你要支持他，懂吗？我懂，我一直都支持他。开始吧。提纯成功，纯度99.99%，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一鸣，好样的，好样的！秦院长，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光刻胶、光学镜片，还有很多难关要过。不怕，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走，今晚我请客，给你们庆功。秦院长，恐怕庆功宴要推迟了。怎么了？刚刚接到消息，米国那边刘磊搞出了一种叫类脑芯片的新架构，据说性能远超传统芯片。类脑芯片？这怎么可能？看来刘磊确实有两把刷子，不过他以为这样就能超过我，太天真了。你有办法，秦院长。还记得我之前跟您提过的量子光刻机吗？你是说你要直接跳过传统光刻机，研发下一代技术？没错，这怎么可能？既然他们要玩大的，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量子光刻机一旦成功，什么类脑芯片都是浮云。一鸣，你有把握吗？秦院长，您相信前世今生吗？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只是想说，有些事我好像早就知道答案。不管怎样，我相信你。谢谢您，秦院长。对了，明天我想请个假。请假？你可是从来不请假的。明天是梦瑶的生日，我想陪陪她，而且我想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去吧去吧，也该陪陪她了。替我向梦瑶问好。我会的。各位，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因为情况有变。米国刚刚宣布了芯片禁令 2.0， 这次不是简单的封锁，而是全球范围内的芯片铁幕，所有使用米国技术的公司一律不得与我们大夏合作。这意味着我们连最基础的芯片设计软件都拿不到了，连软件都封锁。这帮米国佬是铁了心要断我们的根。这位是陈万军，我们大夏基础材料研究院的院长。这位是林默，光学领域的青年才俊，刚从德国回来。陆教授久仰大名，材料方面，我们研究院愿意全力配合。陆教授，我在德国就是研究极指光光刻镜片的，终于见到您了。陈院长、林博士，感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要打一场硬仗。各位请看，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3大瓶颈：第一，高纯度硅片，我们已经初步突破；第二，光刻胶，这是陈院长的领域；第三，极指光光刻镜片，这是林博士的专长。光刻胶确实是个难题，目前全球只有日本和德国能生产最高端的光刻胶，我们大夏在这方面的积累几乎是零。极死光镜片更难，一片合格的镜片需要几10道工序，误差不能超过1个原子的大小。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再难也要做。秦院长，我申请成立大夏基础科学攻坚计划，整合全国资源，3大方向同时突破。好，我立刻向上面汇报，资金、人才、设备，要什么给什么。陈院长、林博士，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战友了。荣幸之至。陆教授，能跟着您干是我的梦想。
刘博士，这位是苏菲博士，我们米国最顶尖的芯片架构专家，他将加入你的团队，共同研发类脑芯片。刘博士，苏菲博士，欢迎欢迎。久仰刘博士。有您加入，我们的项目一定能更快成功。这就是你设计的类脑芯片原型，架构倒是新颖，但是什么？但是你的工艺太落后了。这种结构至少需要3纳米的制程才能发挥出全部性能，而我们目前最先进的制程只有5纳米。那怎么办？威廉姆斯先生，我需要授权启动凤凰计划。凤凰计划，那可是我们米国压箱底的技术。刘博士的架构确实超前，但如果不用最先进的继承，就是一堆废铁。苏菲，你这是在威胁我。您自己选。好，我批准。启动凤凰计划。凤凰计划是什么？是我们米国秘密研发了10年的1阿米继承技术，本来打算再藏几年，现在看来不得不提前了。1纳米？这怎么可能？你以为只有你们大夏有天才？记住，这里是米国。还在想工作的事？今天开会，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米国那边可能要出大招了。什么大招？还不清楚，但肯定不简单。刘磊那小子在那边混得风生水起。一鸣，你怕吗？怕？我是说，你一个人对抗整个米国的科技力量，你怕吗？说不怕是假的，但是想到你和孩子，我就不怕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安全的未来，给咱们大夏一个光明的未来。一鸣，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你那么拼命，我都心疼，但我也骄傲。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梦瑶，谢谢你一直支持我。傻瓜，我们是一家人。陈院长，第57次实验，光刻胶的均匀度还是不达标。让我看看数据。还是老问题，高分子聚合物的分子量分布太宽。我们已经试了几十种催化剂了，都不行。看来常规的化学合成路线走不通。等等，我记得陆教授提过一个思路。什么？用生物酶催化。生物酶？那东西不是用在医药领域的吗？理论上可行。生物酶催化的选择性极高，可以实现分质量型的精准控制。马上联系生物研究所，调一批耐高温的工程酶过来。是。第23次抛光还是失败了。林博士，这个精度要求实在太高了，误差不能超过1个原子，这怎么可能做到？不是做不到，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德国人用的是离子束抛光，但我们没有那套设备，所以我们得另辟蹊径。那套设备是禁运的，我们根本买不到。买不到就自己造。小张，把离子源的数据调出来，我们自己设计一台。自己设计？陆教授说过，没有人能卡我们的脖子。
除非我们自己认输。开始吧。陆教授，您的思路太神了，生物酶催化真的可行。我们刚刚合成的光刻胶均匀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太好了，陈院长，你们辛苦了。陆教授，我们的离子束抛光机也设计出来了，正在组装，预计1周后可以试运行。这么快？林博士，你们光学所的效率真高。都是您那句话激励了我们，没有人能卡我们的脖子，除非我们自己认输。陆教授，说实话，之前我还觉得您太年轻，担不起这么大的担子，现在我是真服了。两位前辈过奖了，我不过是提了点思路，真正干活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团队。什么？好，我马上到。秦院长紧急召见，米国那边出大事了。刚刚收到确切情报，米国启动了凤凰计划。他们突破了1纳米进程技术。1纳米？这怎么可能？1纳米进程意味着他们的芯片性能至少是我们的10倍，可能是100倍。一鸣，你有把握应对吗？秦院长，我需要时间。量子光刻机的理论我已经完善了，但是要造出来，至少还需要半年。半年？米国那边3个月就能量产1纳米芯片。院长，那就想办法拖住他们3个月。拖？怎么拖？秦院长，您听说过技术迷雾吗？米国的芯片产业链主要集中在3个地方：硅谷的研发中心、德克萨斯的制造基地，以及亚利桑那的材料工厂。陆教授，您是想让我们破坏这些地方？不，那太低级了，而且容易引发战争。我要你们做的是散布技术迷雾。什么是技术迷雾？就是制造假象，让他们以为我们的技术已经超越了米国。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大量资源投入到追赶我们上，从而放缓1纳米芯片的量产速度。你是说，让他们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没错。我已经准备了一份假图纸，上面是我故意设计的错误路线。只要这份图纸被他们偷走，他们至少会浪费3个月的时间。可是，他们会上当吗？如果是别人，可能不会，但如果是刘磊，他一定会。刘博士，好消息！我们安插在大夏的线人偷到了陆一鸣的最新研究资料。真的？快给我看看！天哪，他竟然在研究量子光刻机，而且已经快成功了！量子光刻机？这不可能，理论上还远不成熟。你不懂陆一鸣，他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看，这是他设计的量子纠缠光源，如果真的能实现，我们的1纳米晶筹就是个笑话。这份资料有点奇怪。有什么奇怪的？陆一鸣的东西就是这样，天马行空，
但偏偏能成。威廉姆斯先生，我们必须马上调整方向，全力研发量子光刻机，否则会被他甩开。可是，凤凰计划已经投入了上千亿，如果不调整，那上千亿就白花了。您自己选。好，我听你的。暂停凤凰计划，集中所有资源，攻关量子光刻机。一鸣，你简直神了！情报部门刚刚传来消息，米国那边果然上钩了，他们已经暂停了凤凰计划，全力攻关你那份假图纸。哈哈哈哈哈！刘磊这个人自负又自卑，他总想证明比我强，所以看到我的进展，一定会急不可耐地追上来。这就是所谓的知己比知彼，百战不殆啊！一鸣，你给咱们争取了至少3个月的时间。秦院长，这3个月我们必须争分夺秒。量子光刻机的理论我已经完善了，现在需要的是钱。要多少？你说。500亿。500亿！量子光刻机需要的设备和材料，都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而且我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筛选至少1000名顶尖工程师。好，我去要，就算把老脸豁出去，也要给你要来这500亿。秦院长，谢谢您。一鸣，不用谢我，你是在救大夏，我谢你还来不及。陆教授，那边就是量子光刻机的主厂房，预计2个月内封顶。这边是配套的镜片加工车间，这边是材料合成车间。林博士，辛苦你们了，这么短的时间能推进到这一步不容易。比起您在实验室里熬的那些夜，我们这不算什么。对了，陆教授，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说，量子光刻机的核心是量子纠缠光源，这个理论上确实可行，但实际操作中，量子态非常脆弱，一点点干扰都会导致退光源。我们怎么保证光源的稳定性？问得好，这个问题我考虑了整整1个月。你看，这是我设计的量子屏蔽罩，用多层烧导材料构建一个绝对0度的环境，理论上可以隔绝一切外界干扰。天才，简直是天才！陆教授，我终于知道您为什么能成功了。为什么？因为您总能把最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刘博士，这就是你说的一定能成？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按照陆一鸣的图纸，每一步都应该是正确的，怎么会这样？我早就说过，这份图纸有问题。不可能，我是最了解陆一鸣的人，他的风格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你了解的是以前的陆一鸣，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你能揣测的了。威廉姆斯先生，我们被骗了。这份图纸是陆一鸣故意放出来的诱饵。什么？我们投入了上千亿，就这么打了水漂？怎么会这样？不会的，我不相信。刘博士，承认吧，你输给陆一鸣了，而且输得很彻底。我没有输，我怎么可能输给那个专科废物？刘磊，我是米国海归硕士，我是天才，我是天才，我是……够了，刘博士，因为你错误的判断，米国损失了上千亿，浪费了3个月的时间。从现在起，你被解雇了。不，你们不能这样！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我还有用？你做的那些，现在看都是笑话。保安，保安，送他出去。我还有用，我还有。威廉姆斯先生，现在怎么办？重启凤凰计划，
另外，给我盯紧大厦那边，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报告。陆教授，量子光源第一次测试成功了，纠缠态保持了0.1秒。0.1秒，比理论预期的长了1倍，不错。陆教授，按照这个进度，我们真的能在3个月内造出量子光刻机。不能掉以轻心，米国那边发现被骗后，一定会全力加速投放计划。我们必须比他们更快。什么？好，我马上到。大家继续，我有急事。爸妈，梦瑶怎么样了？医生说胎位不正，可能要剖腹产，正在手术。都怪我，今天不该让他吃那么多，肯定是撑着了。爸妈，别急，梦瑶不会有事的。一鸣，你别太担心，现在的医疗条件好，没事的。我知道，但是我在实验室里什么难题都不怕，可在这里，我怕的要死。这就是当父母的心呐。一鸣，你以后会懂的。恭喜你，是个男孩，6斤8两，很健康。给我看看。光夏，你是光夏，妈妈终于见到你了。产妇需要休息，我们先带孩子去清洗。一鸣呢？一鸣在外面吗？在，一直在外面等着，马上就能进来了。梦瑶，你没事吧？疼不疼？傻瓜，生孩子哪有不疼的？不过看到光夏，什么都值了。谢谢你，梦瑶，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儿子。你给他取名光夏，从今天起，他就是咱们大夏的光。对，他是光，是咱们家的光，也是大夏未来的光。一鸣，你都看了1个月了，还没看够？看不够，怎么都看不够。爸，你说他怎么这么小，这么软？你当年生下来的时候，比他还要小呢。一鸣，快看，他醒了，他在看你。光夏，我是爸爸。这才1个月就会笑了，这孩子聪明啊！那当然，随我闺女。梦瑶，他笑了，他对我笑了，因为他知道他有个好爸爸。是秦院长。怎么了？米国那边，凤凰计划提前成功了，他们已经开始量产1纳米芯片。梦瑶，我想去搞科研。去吧。什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国家需要你，去吧。家里有我，有爸妈。梦瑶，你是大夏的脊梁，小光有我照顾，你尽管去。好，等我回来。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米国的1纳米芯片性能至少是我们的10倍，而且他们已经建成了3条生产线，月产可达100万片。100万片，
那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比？就算拼了命也要比。秦院长，量子光刻机还需要多久？最快也要2个月。2个月？秦院长，我有一个想法。你说。米国的1纳米芯片虽然先进，但是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功耗太高。因为制程太细，漏电现象非常严重。理论上1纳米进程的漏电率是5纳米的10倍以上。没错，而我们的量子光刻机虽然进程不如它们细，但是量子效应可以实现零漏电，这意味着我们的芯片功耗可以做到它们的1/10。功耗低就意味着续航长，在移动设备领域，续航比性能更重要。陈院长说的对，所以我们要打一场差异化战争。米国追求极致性能，我们追求极致能效。好，那就这么干。一鸣，你全权负责，所有人都听你调遣。是。陆教授，第一次联机准备好了，量子光源、量子屏蔽罩、光路系统全部就位。好，开始吧。量子光源启动，纠缠态生成，稳定度99.9%。光路校准完成，误差小于0.1纳米。目标光源就位，等待曝光。开始曝光。成功了，陆教授，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一鸣，我听说成了，成了。好啊，一鸣，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各位，今天我要宣布一个重大消息：经过3个月的艰苦攻关，以陆一鸣教协为首的大夏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世界上第1台量子光刻机。这台量子光刻机意味着我们大夏的技术正式迈入世界顶尖行列，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被人卡脖子。陆一鸣，陆一鸣！谢谢大家，但我想说，这个成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陈万庭院长的材料团队，是林默博士的光学团队，是无数日夜奋战在一线的科研人员共同创造了这个奇迹。更重要的是，我要感谢一个人，我的妻子李梦乔。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她一直在背后支持我。在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刻，我本该陪在他身边，但他却对我说：“温家需要你，去吧。”梦瑶，谢谢你。光夏，爸爸给你，给咱们大夏争光了。梦瑶，你怎么来了？这么大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光夏，看，那是爸爸，爸爸是大英雄。我宣布，从今天起，大夏芯片不再受制于人，必将屹立于世界之巅。哎，新来的，接着。谢谢，谢谢。听说你以前是什么博士，怎么混成这样了？都是陆一鸣，都是那个废物害的。行了行了，都这样了还做梦呢，赶紧睡吧，明天还得去垃圾场抢位置。陆一鸣，你以为你赢了？不，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我还有一个最后的筹码，一个让你万劫不复的筹码。陆教师，第一批量子芯片已经下线了，良品率达到了95%。很好，比预期的还要高。3个月前我们还在为光刻胶发愁，现在居然已经量产了。陆教师，您真是神人。陈院长，不是我神，是咱们的团队神。没有你们，我一个人什么都做不成。秦院长紧急召见，生产线这边你们盯着。眼镜蛇，一个国际黑客组织，专门从事网络攻击和技术偷取。他们曾经多次对全球各国的核心科研机构发动攻击。刘磊那种人怎么会和黑客组织扯上关系？如果他真的加入了眼镜蛇，那接下来他们很可能会对我们发动网络攻击，目标是窃取量子光刻机的核心技术。秦院长，我请求加强生产线的网络安全防御。另外，我需要一支顶尖的网络安全团队。准了，从今天起，网络安全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刘博士，
听说你曾经是陆一鸣的手下败将，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要让他付出代价。你的计划是什么？这是我对陆一鸣技术硕的分析。他的量子光刻机虽然先进，但有一个致命弱点：量子态的稳定性依赖于超导环境。只要我们能破坏它的超导冷却系统，整个生产线就会瘫痪。破坏物理设备，这可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只玩网络。谁说我要破坏物理设备了？它的超导冷却系统是由一套智能控制系统管理的，只要能黑进这套系统，让温度失控，整个生产线报废，高，实在是高。而且我还有最后一招，如果能在攻击的同时植入一个逻辑炸弹，那么就算他们修复了系统，逻辑炸弹也会在特定时间引爆，让一切重来。哈哈哈哈哈哈！刘博士，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好，我给你最精锐的团队，放手去干。光夏今天乖不乖？乖得很，就是下午有点闹，可能是想爸爸了。光夏，爸爸在这儿呢，想爸爸了吗？一鸣，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怎么这么问？你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而且经常走神，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是有点事，刘磊失踪了，可能加入什么黑客组织，要对我们的生产商下手。那怎么办？别担心，我已经加强了防御，而且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们好不容易换来的一切。一鸣，我知道你身上担子重，但你也要记得，你还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在你身边。梦瑶，谢谢你。好，我马上到。生产线那边有点异常，我得去看看。去吧，小心点。陆教授，从2个小时前开始，我们的防火墙就不断遭到试探性急攻，攻击方式非常诡异，像是在试探我们的防御漏洞。是眼镜蛇的风格，他们这是在踩点，为大规模攻击做准备。能防住吗？目前还能防住，但如果他们发动饱和攻击，我们的服务器可能扛不住。把天河1号的算力调过来，接入生产线防御系统。另外，这是我设计的量子加密算法。量子加密？这不是还在理论阶段吗？理论已经成熟了，只是一直没机会实战。现在正好拿他们试试。他们发动总攻了！什么？第1道防火墙被突破，正在启用费用防火墙。量子加密算法部署完成，核心数据通道安全。不要慌，他们的目标是超导冷却系统，重点防御那里。他们真的冲着冷却系统来了！我来手动加固冷却系统的防御，你们拖住其他方向的攻击。这是什么？普通的攻击不可能有这么强的穿透力。是逻辑炸弹，刘磊在攻击中植入了逻辑炸弹。逻辑炸弹？那就算我们防住了，它也会潜伏在系统里，随时引发。那就把它找出来，就地拆除。陆教授，已经3个小时了，您休息一下，换我来。不行，这颗罗多基炸弹的设计思路我很熟悉，只有我能找到它。找到了，这就是逻辑炸弹。没错，它的触发条件是3天后的午夜12点，那时候正是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引爆，整个生产线都会瘫痪，而且可能造成设备损坏。刘磊，你还是这么阴险。不过，你以为我会上当吗？这种逻辑炸弹的设计理念是嵌套式触发。拆除一层，下面还有一层。如果不了解它的架构，强行拆除只会提前引爆。那你有把握吗？如果是别人设计的，我可能没把握，但这是刘雷设计的，他的思路我太了解了。最后一层了，这一层是情绪触发。如果检测到攻击者的情绪变动，就会提前引爆。情绪触发？代码还能检测情绪？不是检测情绪，
是检测攻击者的操作节奏。如果操作出现犹豫、停顿、加速等异常，就会被判定为情绪波动。从现在开始，我的操作必须保持绝对稳定的节奏，不能快，不能慢，不能停。陆教授，别慌，我稳住。是梦瑶发的信息，光夏发烧了，让我回家。那您快回去吧。不行，攻击还没结束，我不能走。光夏不哭不哭，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喂，120吗？我孩子发烧了，请快来。结束了，我们赢了。陆教授，怎么了？梦瑶发信息说光夏发烧了，1个小时了。那您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医院啊！这里交给你们。是急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还好送的及时，再晚一点就危险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您先别激动，孩子会没事的。您去办住院手续吧。光夏呢？光夏怎么样了？一鸣，医生说再晚一点就危险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你为什么不来？为什么不回信息？我以为我在和黑客战斗，不能分心。对不起，对不起。两位，孩子需要安静，你们别太激动。现在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你们可以进去看看。光夏，爸爸对不起你，爸弟来晚了。一鸣，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光夏也不会怪你的。梦瑶，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理解我。傻瓜，我们是一家人。光夏怎么样了？秦院长，您怎么来了？我来看我干孙子，不行吗？秦院长，您太客气了。小家伙，听说你差点吓倒你爸爸，以后可不许这样了。这小子有性格。一鸣，这次的事我知道了，你在生产线那边拼命，孩子这边差点出事，你受委屈了。秦院长，我不委屈，保卫国家利益是我的责任，只是差点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你有个好妻子，她懂你，支持你，这是你的福气。是我的福气。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刘磊那边我们追查到他的位置了。在哪里？还在米国，但是眼镜蛇组织的基地非常隐蔽，我们的情报人员正在想办法渗透。另外，根据截获的情报，刘磊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放弃，他正在策划更大的阴谋。什么阴谋？还不清楚，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他可能会针对你身边的人下手。一鸣，我不怕，我相信你会保护我们。我会的，我用生命发誓。刘博士，你失败了。我低估他了，他居然能在那种情况下保持冷静，拆除了我的逻辑炸弹。失败就是失败，你知道我们组织的规矩，失败是要付出代价的。蛇王，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一个让他万劫不复的计划。说说看。陆一鸣最大的弱点不是技术，而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子就是他最大的软肋。你想绑架他们，太低级了，而且成功率太低。不是绑架，是借刀杀人。据我所知，大夏内部有一个潜伏了多年的间谍网络，代号暗影。如果能联系上他们，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出手，你是说让大夏人自己对付大夏的英雄？没错，这样一来，就算出了事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刘博士，你果然够狠。好，我给你权限去联系暗影，记住，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陆一鸣，这次我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陆教授，第二批量子芯片的良品率达到了98%，已经超过了米国的1纳米芯片，而且功耗只有他们的1/10。现在全球的移动设备厂商都在抢着要我们的芯片。这是大家的功劳，不过不能骄傲。
米国那边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反扑。您说的对。对了，秦园长让我转告您，安全部门已经加强了对您家人的保护。从现在起，梦瑶姐和光夏出门都会有人暗中跟随。那就好，谢谢秦院长。什么？好，我马上来。生产线那边出了点问题，我得去看看。陆教授，第3号量子光源突然失控，导致设备过载，还好发现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原因查清楚了吗？很奇怪，所有数据都显示正常，但设备就是突然失控了，像是被什么干扰了一样。干扰？不可能，我们的屏蔽系统能隔绝一切外界干扰。这是什么？像是焊接的痕迹。可是这台设备是全新出厂的，不应该有焊接。马上调出这台设备的出厂记录，还有安装记录。另外，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得进出。陆教授，您怀疑？我怀疑有人潜入了生产线，对设备动了手脚。经过调查，这台设备的焊接痕迹是在安装之后留下的，也就是说，有人在我们眼皮底下对核心设备进行了破坏，而且破坏手法非常专业，如果不是设备失控，根本发现不了。查出来是谁干的吗？生产线每天进出的人太多，很难锁定具体目标，但可以肯定，这不是普通的小偷小摸，而是有预谋的破坏行动。能接触到核心设备的，只有少数高级技术人员。我建议先排查这些人的背景。同意。另外，从今天起，生产线实行最高级别的准入制度，任何人进出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查。是暗影，暗影，一个潜伏在我们内部多年的间谍网络，我们追查了很多年都没能彻底清除，现在看来，他们又活动了。您怀疑这次事件是暗影做的？很有可能，而且他们的目标可能不只是破坏生产线。你是说，一鸣，从现在起，你的家人必须24小时保护。另外，你本人也要提高警惕，他们可能会对你下手。我不怕他们对我下手，但我绝不允许他们伤害梦瑶和光夏。一鸣，发生什么事了？有人在针对我们，可能是刘磊勾结了国内的间谍组织。生产线已经出过一次事了，我担心他们会对你们下手。那你呢？你怎么办？我有保镖跟着，没事。倒是你和光夏，从明天起暂时不要出门了，需要什么让保镖去买。好，我听你的。光夏，爸爸对不起你，刚出生就让你跟着担惊受怕。一鸣，你别这么说，你是在保护我们，也是在保护大夏。光夏长大了，会为有你这样的爸爸骄傲的。梦瑶，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谁？可能是野猫。目标确认了，确认。陆一鸣的妻子和儿子，他的软肋。真的要对他们动手？陆一鸣是国家的功臣，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收钱办事，不要有妇人之仁。而且，只要做得干净，谁知道是我们干的？没错，事成之后，我们拿着钱远走高飞，谁也别想找到我们。这里面有他们的活动规律、保镖的换班时间，还有撤退路线。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外面一切正常。收到。光夏，你看，2个叔叔在保护我们呢，他们都是好人。有人袭击，快进里屋！出来！知道你们在外面。催泪气！光夏，光夏！从后门走，快！放下孩子，饶你一命！做梦！我拖住他们，你快跑！可是你，快跑！
梦瑶，快上车！一鸣，追，不能让他们跑了！光夏，你怎么样？一鸣，我好害怕，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们，对不起。陆教授，后面有车在追我们，是那些黑衣人，能甩掉他们吗？我试试。不好，有埋伏！他们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陆教授，下车吧，你跑不掉的。梦瑶，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保护好光夏。一鸣，你要干什么？光夏，爸爸爱你。梦瑶，我爱你。陆教授，你倒是挺有硬气的，可惜你很快就硬气不起来了。我知道你们是暗影的人，告诉我，谁指使你们的？江喜之人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是吗？那你看看身后。暗影的人，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抵抗，束手就擒。这怎么可能？你以为我真的会一个人来送死？从接到梦瑶求救电话的那一刻起，我就通知了秦院长。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陆一鸣，你够狠！不是我够狠，是你们太蠢。动我家人，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一鸣，我以为……没事了，都结束了。一鸣，你这一招以身作饵，可是把我吓得不轻。万一有个闪失……秦院长，我相信您，也相信咱们的战士。好了，回家吧，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一鸣，今天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你保证？我保证，我会用生命保护你们，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我相信你。光夏，爸爸答应你，从今以后，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刘博士，这就是你所谓的万无一失的计划。我没想到陆一鸣会这么狠，用自己的家人做诱饵。够了！因为你，我们损失了最精锐的黑客团队，还暴露了暗影这条线。你知道组织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吗？蛇王，再给我一次机会。机会？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把他带下去，按规矩处理。不，蛇王，我还有用，我还有最后一个计划，一个能让陆一鸣万劫不复的计划。说。我要亲自去大夏，我要当面和陆一鸣对决，在网络空间用我最擅长的技术和他决一死战。就凭你哪次赢过他？一鸣，这次暗影被一网打尽，你立了大功，上面说了要给你嘉奖。秦院长，嘉奖就不用了，能保护好家人就是对我最大的嘉奖。说起来，刘磊那小子现在应该成了丧家之犬吧？眼镜蛇组织这次损失惨重，肯定不会轻饶他。这种人活该。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刘磊这个人我了解，他越是走投无路，就越会疯狂。我担心他会有最后的反扑。啊！情报部门刚刚截获一条消息，刘磊已经潜入大夏，目标是量子光刻机生产线。什么？秦院长，我请求启动最高级别的网络安全防御。另外，我要亲自去坐镇生产线。好，我陪你一起去。刘博士，这里的网络环境太差了，攻击速度会受到很大影响。哼，没关系，我设计的病毒不需要高速网络，它只需要一个接入点。接入点？什么接入点？这是量子光刻机生产线的网络动路图，我研究过。他们的核心控制系统虽然防御严密，但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员工使用的个人终端。我的病毒就能顺着这个终端潜入核心系统。可是生产线肯定有严格的规定，禁止员工使用个人终端吧？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已经调查过了，
生产线的技术主管有个上大学的女儿，而他女儿最近正好在找一个实习机会。你是说用他女儿做饵？没错，只要他女儿收到一封实习录取通知的邮件，点开附件，病毒就进去了。刘博士，您真是太狠了！陆一鸣，这次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毁于一旦。陆教授，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升级了所有防火墙，应该没问题了吧？防火墙只能防住常规攻击，刘磊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陆教授，有情况。是攻击吗？是试探，他在找我们的漏洞。找到了，就在本市。秦院长，锁定刘磊的位置了，在东城区的一栋废弃大楼里，请立即派人抓捕。你们继续监控，我去会会他。陆教授，您一个人去？放心，我不是一个人，秦院长的人会配合我，而且我想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陆教授，我们已封锁了整栋大楼，里面有3个人，应该就是刘磊和他的同伴。能强攻吗？不行，他们在大楼里布置了炸药，一旦强攻可能会引爆。那就让我进去。什么？不行，太危险了。刘磊要的是我，我进去，他才有可能放弃抵抗。而且，我想和他谈一谈。可是，相信我，我有分寸。你来了，我等你很久了。刘磊，收手吧，外面都是我们的人，你跑不掉的。跑？我本来就没打算跑，我今天来就是要和你做个了断。陆一鸣，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可遇到你之后，一切都变了。所有人都夸你，所有人都在捧你，我呢？我成了你的陪衬，成了你的笑话。刘磊，没有人想让你当陪衬，是你自己太执着于和别人比较。少跟我说教！你知道我为了证明自己付出了多少吗？我背叛国家，背叛家人，给米国人当狗，结果呢？他们像扔垃圾一样把我扔了。那是你自己选的路。对，是我自己选的，所以今天我要结束这一切。看见了吗？这是我花了3年时间写的。只要我按下回车键，所有设备都会失控、爆炸、化为灰烬。你疯了？那里有几百名工人。疯了？对，我是疯了，被你逼的。陆一鸣，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一切毁于一旦，就像你毁了我一样。等等，怎么？怕了？刘磊，我知道你恨我，但你想过没有，你恨的真的是我吗？什么意思？你恨的是你自己，你恨自己不如我，恨自己选错了路，恨自己回不了头。你把所有的恨都转移到我身上，只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胡说！刘磊，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那时候的你意气风发，是海归硕士，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过和你比。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保护我爱的人，保护我的国家，保护你爱的人。对，我有梦瑶，有光夏，我每天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安全的未来。你呢？你有谁？你背叛了所有人，最后只剩下你自己。刘磊，收手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做了那么多坏事，回不了头了。能回头，只要你愿意，就能回头。陆一鸣，你真的愿意原谅我？我原谅你，但你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陆一鸣，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最错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当敌人。刘磊，你要干什么？放心，不是引爆，是销魂。这是我最后的赎罪。刘磊，你在干什么？快走！我拖住他们！叛徒，去洗吧！刘磊，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刘磊，你坚持住，医生马上就来。不用了，替我给梦瑶道个歉，还有，谢谢你。刘磊，你最后的选择，证明了你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安息吧。一鸣，别太难过了，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赎了罪。我知道，只是有时候想，如果当初他能想通，也许一切都不一样了。一鸣，人各有命，他走了，但大夏的芯片事业还要继续，你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我知道。陆教授，您猜猜咱们的量子芯片已经出口到多少个国家了？多少？50个，全球1半以上的国家都在用咱们的芯片。谁能想到，3年前咱们还在为光刻机发愁，现在居然成了全球芯片霸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无数人一起努力的结果。陆教授，外面有人找您，说是从非洲来的。非洲？陆教授，终于见到您了。我是来自非洲卡尼亚共和国的代表，我们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百废待兴。我们希望能引进大夏的量子芯片技术，帮助我们建设现代化的通信网络。这是好事啊。不过，技术引进需要走正规流程。您和我国相关部门谈过了吗？谈过了，他们说只要您同意，技术就可以出口。陆教授，您不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民做梦都想用上先进的通信技术，您的芯片能改变我们的命运。你们必须自己培养技术人才，不能永远依赖进口。我可以派专家去帮你们培训，但最终要靠你们自己。陆教授，您不愧是伟大的科学家，我代表我国家人民感谢您。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大夏芯片产业全球峰会。3年前，我们还在为被人卡脖子而发愁。3年后的今天，我们的量子芯片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这一切离不开一个人的贡献，他就是陆一鸣教授。谢谢大家，但我必须说，这个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无数科研人员、工程师、工人，是每一个为芯片事业付出过的人共同创造的。3年前，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研究光刻机，我说为了娶媳妇儿，大家都笑了。但现在，如果有人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会说，为了让咱们大夏不再被人欺负，为了让每一个大夏人都能挺直腰杆。妈妈，爸爸在干什么呀？爸爸在告诉所有人，咱们大夏有多厉害。爸爸厉害吗？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保护了咱们，也保护了国家。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厉害。好，妈妈等着。陆教授，我们米国希望能和大夏恢复合作。之前的事是我们不对，合作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如果还是想卡我们脖子，那就算了。当然。陆教授，我们欧洲愿意和大夏共建量子芯片研发中心，共同推动全球芯片技术进步。陆教授，我们国家的通信网络已经建成了，人民都能用上手机了，感谢您。好。爸爸妈妈快追！一鸣，今天累坏了吧？不累，看到那么多人都认可咱们的芯片，我心里高兴。你知道吗？当年我第一次带你去见我爸妈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男人一定会了不起。那你想到了吗？想到了，但我没想到你会这么了不起。梦瑶，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相信我。傻瓜，我们是夫妻啊，我不支持你，谁支持你？爸爸妈妈，你们快走啊，前面有好玩的。好，爸爸抱你走。光夏，你知道爸爸今天在台上讲了什么吗？不知道。爸爸讲了，咱们大夏以后再也不怕别人欺负了，因为咱们有自己的光刻机，有自己的芯片。那是不是以后我也能像爸爸一样厉害？你呀，要比爸爸更厉害才行。好，我以后要比爸爸厉害。好，爸爸相信你。好了好了，咱们家的2个大英雄该回家吃饭了。
陆爷爷，您当年研究光刻机的时候，真的只是为了娶媳妇儿吗？是啊，就是为了娶媳妇儿。不过后来发现，娶了媳妇儿之后，还得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再后来发现，一个家安稳了还不够，得让整个国家都安稳才行。陆爷爷，您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什么榜样不榜样的，我就是个普通人，做了该做的事。孟瑶，你看到了吗？咱们大夏的芯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你当年支持我是对的。陆爷爷，听说您儿子光夏现在也在搞科研。那小子现在在搞量子计算机，比我的芯片还厉害。他说了，要比爸爸更厉害。这一辈子值了。一鸣，今天怎么又去荣誉室了？带几个年轻人去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一转眼都这么多年了。是啊，都这么多年了。孟瑶，谢谢你陪了我一辈子。傻瓜，我不陪你，谁陪你？今天，大夏量子芯片正式突破了，再次刷新世界纪录，这标志着我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